呢，我已经在富民公路上往南的方向骑行了。这边的全称呢叫光华创意街区。看到右侧田里都已经在长庄稼了，这条林荫道非常之美。这里唯一的不好，可能就是正好在一条航道上，就再来重温一下这一个农民的新春。很多人对于这个钓鱼都非常有兴趣。正对着呢就是这个国际学校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从家里已经骑出差不多3公里了，花费的时间呢是8分多钟。今天我再次把我的码表架到我的单车上，准备再去骑行一圈，再次测试一下的码表，也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能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富民公路上往南的方向骑行了。前方呢有一条叫光华路的，我非常喜欢走的一条小街，也是这边的一条比较热闹的青年人比较聚集的街道。我们往里面去走一段。这边的全称呢叫光华创意街区，其实就是利用以前的仓库啊、厂房啊进行了一些改建，而且呢也有一些像漕河泾开发区这样的大公司的介入，把这边的街区呢修整得很适合年轻人在这边创业，或者呢在这边消费。看我右侧的这些房子呢，这是看是一种比较新的概念啊，它叫79亿户。这里就是漕河泾光华园，就是由漕河泾这家大公司在这边开发的一个区域。边上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创业园区。
现在呢，我骑过了中村路啊，继续沿着光华路向西骑行。这边呢就是一片开阔区域，其实就是闵行工业区的一片地方，除了工厂以外呢，也没有太多的东西。但我今天呢要往前走，一直去到那边有一个乡村，叫其中村，那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新农村，应该说是当地的农村发展的典范，一块样板。以前呢也曾经去访问过几次啊，有一段时间没去了。今天正好骑着车拉练，到那边再去转一转。大概呢，距离我住所有7、8公里，不到10公里吧，刚好是非常好的骑行锻炼的距离。北诸港河头顶上呢就是嘉闵高架。看到右侧田里都已经在长庄稼了，应该是水稻吧，但是工人们都在修路，应该修那些绿道。现在骑过华宁路，右侧呢有一个新庄工业区企业林，一块绿地啊，其实是一个大湖，好像都植绿了，比前段时间来说好看些了。
骑过华西路，马路的两边呢搞了大片的绿化，这些绿化完全可以媲美公园，中间呢也是有一条小河的。这条林荫道非常之美，你看路边开着好多小花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其中村了。左侧呢有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着3个字“其中村”。作为一个乡村，这里改造的非常不错啊。一个是可能改的比较早，另外一个起点也比较高。现在呢，完全是一个宜居的生活区。同时呢，也拥有很多自己的产业，更有一些知名的品牌，比方说其中的网球馆是举办世界大赛的地方。这个村里呢，还有一个其中高尔夫球俱乐部。从这边开始呢，这个小河的里面，还有马路的对面啊，都是其中村民的窝村。以前曾经到里面去寻觅过，就那些房子真的非常之棒。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翻看一下
我以前的在其中村闲逛的视频。这里唯一的不好，可能就是正好在一条航道上，就经常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。看到马路对面写着其中3区，其实这边其中应该有10来个区啊，都是当地村民的房子，都是统一规划设计，占地都不小，就跟国外的独立的 house 没有什么分别。这边呢也有一些其他的商品房，像山水四季别墅。从我住所到其中村呢，这段路啊不是很长，就10来公里距离的这么一个单程距离，非常适合骑行。关键是呢，这边环境非常之好，绿树成荫，看到这些农村的房子很有质量，就可以想象这些农民的生活也是非常有质量的。就在这样的绿色之中穿行，我就觉得骑起来非常的惬意。这边还有个法官学院。现在呢，拐到一条小路上，这个路的两边呢，全部都是这些农民的屋村、农民的房子。就从镜头看一看呢，这些房子质量都相当之高。这边是其中5区。对面是4区，这个屋村的后面呢，有一大片的绿地啊，应该也有一条小河。你看左侧呢，就是他们的社区中心，有很大的体育场，各种设施。
公园里面呢，很多人在垂钓。就这种屋村里面呢，我相信很多的农民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，他就感觉好像发展的红利有点像天上掉的馅饼，很幸运的被这些馅饼砸到，所以呢就变得无所事事，每天钓钓鱼、打打牌、闲聊，过着他们开心的日子。因为呢也无田可耕，他们的土地呢就都出变成了集体的一种产业，最后呢可以坐着那边享其成，就可以有很多的分红，足够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。当然国家呢从他们那边收到是土地和土地的增值，所以大家应该说两全其美。但是这些农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在失去了土地以后，就变得要跟这个市场上去竞争，最终生活会如何呢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。也就是说跟普通的城里人是处于同一种境况。既然门开着，我就在里面来闲逛一下吧，再来重温一下这一个农民的新村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农民的房子建得多么的宽敞，而且从那些设计的风格呢也非常漂亮。乡下的狗呢就在叫。狗鼻子还是挺灵敏的，如果说外面来的闲人，他们就会闻到不同的气味，很警惕。我就在里面匆匆一瞥，现在呢还是回到马路上了。就这样的居住环境这样的房子，不要说当地人，即便是城里人也是梦想梦不到的。现在再回到光华路上。
剑浦进河，但这边里面的进不去的啊，在这边看看这条小河也不错。现在呢，我就到光华路边上这条河边啊，应该叫六磊塘河吧。在这个河边呢，缓缓的骑行，看看风景。这边呢，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啊，又好像建得更好了一些啊。不但把这条步道建好了，而且呢，也放了很多的凳子啊，供大家这边可以坐坐。这是我听到这个顶上的飞机声，看看对面那些当地人在那边垂钓，很多人对于这钓鱼都非常有兴趣，应该会成瘾。就这样沐浴着太阳，迎着微风，面对着美好的景色，沿着河岸啊，慢慢的骑行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愉快的时刻。这里呢有一条曙光路啊，我们来走一段。这就是六磊塘桥。这马路两边呢，照样还是其中村的村民的住所。其中10区。右侧呢是一个学校，应该是一个私立的学校。闵行区民办德宏学校。
小朋友放学了。过来，冲！慢点。冲啊！有车！看这小朋友都不是当地人啊，讲的普通话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叫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，或者说一个私校的国际部吧。蔡家浜桥。在这个蔡家浜桥上面，可以来观赏一下这条河和边上的这个外籍人员子女学校。正对着呢就是这个国际学校啊。环境非常优美，有一种到了剑桥边上的那种感觉啊。看这条小河和剑桥那条赛船的小河是不是有点像？正好孩子们放学的时候。学校门口停的都是来接小孩的车，家长们还是每天接送。这条呢叫茜普径路。接孩子的车都排到了这条马路上。看得出来，这个学校占地面积还是非常的广阔。发生事故了，你明知道碰到车了。左侧的这条河，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围蔽的状态，现在已经把树都种上了，感觉应该很快就变成了河滨公园了。
感觉公园还有一些收尾的还没完成啊。我们从小路骑出去。好，现在呢回到了曙光路上。还是回到这条六里塘河边上来骑行一段。前方是光华支路桥，再来看看这些农民的屋村啊，还是保持着水乡的风格，小桥流水，照样是这边永恒的主题。刚刚呢，从家里过来啊，大概一共有10来公里，再加上这边骑行的距离呢，已经有14公里左右了。非常舒服的一种骑行，或者说这一段是非常适合骑行的道路啊，因为稍稍走一段呢，都是在绿树丛中，很快的就来到了其中村。其中呢，就是马桥一个非常知名的农村社区啊，现在应该不能算农村了，就应该是城市的一种新型的社区了。它跟城区里面那种逼仄的环境呢不太一样啊，它这边保留着那种田园风光，小桥流水啊，当然这些河就不叫小桥了，应该算是一个河冲。这些桥呢也不能算小桥了，都是可以走路走车的这种马路桥了，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今天特地骑到这边来感受一下上海的春天呢，还是非常之美啊。好了，我就把这里呢作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吧。骑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，也希望能够喜欢这项运动的人呢，多骑行，趁着好天气啊，到外面来做一些户外活动，锻炼一下身体，让自己身心保持愉悦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。拜拜。